7年前，福建的西陇发生了一宗灭门惨案，一家5口死于非命，杀完人的凶手仓皇逃窜，其中一个叫小峰的不知为何坚持要返回，而另一个则在2人推搡间被树枝插进了眼睛。3个匪徒就这样阴差阳错逃逸了7年。7年间，3人各自谋了份正经职业，杨自道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，辛晓峰甚至当上了协警，陈比觉是个鱼排工。自那件事之后，他的精神就不太正常，变成了个傻子。以下我们简称3人为老杨、小峰和老陈。3人不仅过上了正常的生活，还共同抚养了一个干女儿，并给她取名为尾巴。许是为了赎罪，小峰在警察局做事十分卖力，有任何危险他都冲在前头。而老杨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，更是时常助人为乐，拾金不昧。一个雨夜，在这科的老杨被人劫持，2个男人控制住他，然后找出存折逼问老杨密码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停在他们的身边，车上的警察伊谷春看着不对劲，便上前询问。被劫持的老杨非但没有向警察求救，反而替2个劫匪打掩护，让他们下了车。作为逍遥法外的杀人犯，老杨最怕的就是和警察打交道。伊谷春来回打量着车里的人，虽然觉得奇怪，但却一时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便放老杨离开了。老杨前脚刚走，伊谷春就在地上发现了一把匕首，他赶忙开车想要追上老杨，但视线里已经没了那辆出租车的影子。逃过一劫的老杨赶忙联系小峰，和他讲刚才的事。他告诉小峰，那个警察的眼睛很毒。2人还没说完，小峰这边就有人推门而入，正是前来上任的新警长伊谷春。出于直觉，小峰对这个新队长感觉不好，于是便当机立断搬出宿舍，和老杨住进了一间山中小屋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房东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，监听所有住户，并将他们的事情记录在册。小峰和老杨已经是第43个。小峰和伊谷春在出警的路上看了一眼旁边的出租车，仅仅是这一眼，伊谷春就察觉到不对劲，马上截停车子，并从后排乘客的包里发现了一把手枪。由此可见，伊谷春的眼睛是真的毒。伊谷春问他为什么没考个公务员试试，小峰说自己不是那块料，干协警也不是长久的事，正准备和所长请辞。伊谷春很欣赏小峰，让他1年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。2人商量要给尾巴找个领养家庭，一直跟着3个糙汉不是长久之事，何况他们身上还背着命案。送养之前，他们需要先给尾巴做个体检。再次出任务，小峰跳进污水里抓捕犯人的时候脚被卡住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伊谷春将他救起。也许是心存感激，小峰决定暂时不提离职的事情了。回到局里审完犯人已经是后半夜，小峰想趁还没上班到金源岛取小金鱼带给尾巴，但100多里的距离不是开玩笑的，伊谷春便开着车陪他一起去。2人在车上闲聊，因为都是从陇西调来的，伊谷春无意中说起了7年前自己师父主导调查的一家5口灭门案。小峰听着十分紧张，为了躲一只小狗，差点将车开下了坡。稳了稳情绪的小峰用手指碾灭了烟头，这种破坏指纹的习惯让伊谷春起了疑心。他讲起了那起灭门案的细节，一家5口中的女孩因为遭到强奸，心脏病突发猝死，其余人的死状更是惨不忍睹。警方搜遍了屋子，没发现任何有用的证据，唯一的疏漏是女孩身上的吊坠，上面留下了唯一1枚指纹。案发当天，有人在水库边看到3个小青年，其中1个胸前有纹身，还有人在死者家门前捡到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，甚至有人说犯人是同性恋。众说纷纭，最后案子就这样悬在了那儿。伊谷春和小峰到达金源岛后，天已大亮，小峰一下车就赶忙给老杨打去了电话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晚上回去再和他说。就在这时，老杨这边一个飞车党正在抢劫，老杨叫上受害人身边的一个女孩，便开车追赶，很快就将劫匪堵在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大桥下。女孩看到歹徒身上有刀，老杨却想也没想，冲下车就和歹徒搏斗在一起，在路人的帮助下终于制服了歹徒。受了伤的老杨一言不发地开车离去。女孩给伊谷春打去电话，想要找到老杨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。有些事就是这么巧，女孩竟然是伊谷春的妹妹伊谷夏。伊谷春在车上等了一会，小峰却抱着一个空鱼缸回来，小金鱼死了，这一趟白跑了。2人闲聊间，伊谷春得知小峰和自己兄弟收养了一个弃婴，现在孩子在医院等着自己的小金鱼。受了伤的老杨不敢去医院，他咬着牙给自己处理了伤口。等小峰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床上，进气多出气少了，鲜血染红了胸前的纱布和被子。小峰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老杨送到医院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又接到了老陈的电话，说尾巴摔倒了。小便失禁，浑身抽搐，小峰又赶忙来到尾巴身边，医生将体检报告给了小峰，原来尾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安顿好尾巴，小峰又浑浑噩噩来到老杨身边，2人商量这1-2天就送走尾巴，
然后兄弟三个就马上动身离开厦门。小峰欲言又止，三人即刻开始收拾东西。天蒙蒙亮便抱着尾巴出发，车没开出多远，尾巴就在车里哭闹不止。小峰也拍着车窗十分不舍。老杨停下车问他想干嘛，小峰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尾巴的病历，他之前给那家人的是假的，尾巴的心脏病再不做手术1年都活不过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本就不顺利的生活雪上加霜，他们只能认命，开始想办法筹钱给尾巴治病。两人在医院和伊谷春兄妹撞了个正着。伊谷夏激动地向哥哥介绍见义勇为的老杨，两人互相打量认出了对方，却都没有点破。伊谷春说旁边有人跳楼叫走了小峰，老杨则负责送小夏回去。车上，伊谷春又是一番试探，同样是3个人，同样是从西陇而来，这么多巧合让他对小峰几人的怀疑愈演愈烈。面对伊谷春探究的询问，小峰岔开话题，将尾巴患心脏病兄弟几个急需用钱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到达跳楼案发现场后，伊谷春让小峰守在门口，自己下去了解情况。这时一个男人突然闯进屋子，直奔阳台，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好在小峰眼疾手快拽住了男人，这个男人应该就是自杀屋主的同性恋人。等伊谷春赶到的时候，小峰已经将人救了上来。伊谷春心里疑云密布，他来到西陇找当初负责调查水库案的师傅，从师傅口中又得到一个消息，据传言说当初那个女孩和人生了个孩子，如果真有这么回事，孩子现在应该有7岁了。伊谷春几乎是下意识地想起了小峰口中的尾巴。另一边的小峰和老杨正商量着如何应对，但眼下的情况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小心行事，起码要挨到尾巴做完手术。被小峰救下的男人叫吕颂贤，是个台湾设计师，他向小峰当面致谢，还一再邀请他到自己设计的红酒庄园喝酒。小峰这个时候却没什么闲心喝红酒，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。医院这边，小夏也缠上了老杨，两兄弟在这个节骨眼泛起了桃花。小夏临走时帮忙结清了近期的费用，还在大年30那天陪着老杨跨了年。他的心思任谁都看得出来。面对小夏的告白，老杨拒绝了，他清楚自己不配。过完年，伊谷春带着小峰和一众警察抓获了一帮赌徒，收缴了31万多的赌资，但实际应该比这个数字再多一些。伊谷春和小峰说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，法律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东西，它限制了人性的最低处，不让人坏到没边。这番话是在点小峰。小峰站起身，将手撑在桌上，他承认是自己拿了4500，伊谷春却没再纠缠，并且帮他隐瞒了下来，还表示会找个合适的时候替他还了这笔钱。离开后的小峰想起了自己刚才的动作，他急急忙忙避开伊谷春，回到办公室，迅速擦掉刚刚可能留下的指纹，却无意中发现了伊谷春掉在那里的烟灰。看来伊谷春已经先一步提取了他遗留的指纹。面对伊谷春的步步紧逼，小峰不得不想点办法。他联系了那名台湾设计师，刻意给众人留下2人频繁接触的印象。这一幕被伊谷春看在眼里，他以为小峰最近在和那名设计师赌球，便找了个机会跟上2人。没想到事情却有点超出了他的认知，小峰和那名设计师搞在了一起。这正是小峰的目的，让伊谷春误以为3人都是同性恋，自然便能从那起水库案抽身。毕竟被害的女孩曾遭受过性侵。伊谷春将小峰3人是同性恋的事告诉了小夏，小夏不相信，便找到老杨测试了一番。这一试就试出了老杨是水库案中那个胸前有纹身的罪犯，但出于种种原因，他向伊谷春隐瞒了事实。但伊谷春很快就发现小夏翻动过自己整理的案子卷宗，他心里压下去的疑问陡然升起，于是便偷偷跟上小夏来到了老杨他们居住的小屋。此时房东带着宠物外出看病，家里空无一人，伊谷春便借机潜入房间查看，无意中发现了一根电线，顺着电线来到房东所在的2楼。伊谷春直接破门而入，在这里他发现了房东窃听设备里的录音，这些东西足以证明3人就是当年水库案的凶手。伊谷春震惊之余是难以置信。就在这时，小峰打来了电话，告诉伊谷春自己在双子大厦看到那2个通缉犯了。伊谷春定了定神，随即赶到双子大厦准备实施逮捕。刚刚布控完毕，就听到外面传来枪声。伊谷春带着小峰和一个叫何松的警察赶忙出去查看情况。一番追击后，在天台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身影。为了逃命，2个歹徒也是豁出去了，跑到了不足1米的大厦外墙凸起上，想通过中间的连接处逃往另一栋大厦。伊谷春3人也紧追不舍，歹徒抢先走上了连接处，伊谷春紧随其后，却因脚底打滑摔了出去。身后的小峰眼疾手快地将他一把拉住，何松也终于赶到。2人正协力想要将伊谷春拉上来的时候，率先达到对面的歹徒却想反扑，何松拿着斧子和2人对峙，他用力朝歹徒劈去，
不料却打了个空，自己被强大的惯性带着掉了下去。歹徒朝着两人缓缓逼近，伊谷春大喊着让小风放手，小风却死死将他拉住。伊谷春只能将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让他们3个去自首。他以为这样小风就会因为害怕事情败露而放手，但是小风却没有这样做。就在两人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终于等来了支援。还是到了这一天，劫后余生的小风被逮捕。直到这一刻，伊谷春都不愿相信小风几人是凶手。他答应小风会把尾巴接回来，并且安排后续的手术。小风几人这些年过得太煎熬了，他们等这一天太久了。他打电话给老杨说鞋掉了，老杨会意，让警察再给自己20分钟时间。他找到小夏，将一本存折交给他，并让小夏照顾好尾巴，随后就被赶来的警方带走。而老陈则因为精神病幸免。案情没什么疑问，陈年旧案也没有更细致的证据链佐证，两人很快被执行了注射死刑。但紧接着，另一个罪犯的落网却推翻了之前的一切。这个罪犯供述了自己犯过的所有案子，包括7年前的水库案。小峰、老杨和老陈3人只不过是临时的跟班，根本不敢下手杀人。逃离案发现场后的4人在水库边起了争执，主犯被推进河里。小峰3人以为他们杀了主犯，便仓皇逃窜。至于后来小峰提出返回别墅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孩子。3人带走了孩子，并将他抚养在身边。至于他们为什么承认是自己杀了人，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孩子。3人不想让尾巴知道这一切，也只有死才能让他渐渐淡忘他们轻松的活着。于是他们慷慨赴死。事情到此却还没结束，老陈失去了踪影。其实他不傻，智商有163，很早以前他就为自己找好了后路，那就是装傻。他确实真真切切逃了，但活着见不到尾巴真是一种煎熬。老陈也追着小峰和老杨去了，还尾巴一个轻松的未来。